我今天要去Winners， 就是在加拿大小伙伴应该对 Winners 都不陌生。我不知道大家是来加拿大之后是怎么样知道北美有这样子的一种销售模式哈。其实在中国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商场，这种模式是没有的，没有见过的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的 Winners 跟美国的那个 TJ Maxx 其实是一家公司开的。Anyway， 我们现在就过去。那我自己是怎么样？就是知道这个店我当时刚留学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外国同学，就是加拿大本地的同学，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去商场里买，我介绍你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 Winners 逛逛。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留学的那个地方是在加拿大的中部，大部分人的这个体型是比较高大的，比较胖的哈。然后他们就告诉我Winners 啊 always 有你这种最小号的尺码，他说你肯定在那里面能翻到好东西，然后就给我展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啊，自己女孩子嘛，自己的包啊，自己买的什么头饰啊，都是在 Winners 买的。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我可能已经到加拿大有1-2个月之后哈，就是老外的朋友跟我分享才听说这个地方。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很多男生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来留学很久都不知道 Winners 的存在。那个时候我们留学的时候还没有说这么去追求什么这种大名牌啊，没有追求这种的，只要商场里面的这种产品，哎，咱们听说过，以前上学的时候买个什么丽的牛仔裤都觉得特牛逼了哈。那 Winners 里面的产品就相对来讲真的是比国内我们在商场里买便宜的多。丽的一条牛仔裤在中国已经卖到500到800元人民币了，当时我们都觉得特别贵，那我们学生嘛就觉得特别贵了。在这边呢，可能也就是20-30刀左右，就是你碰到李维斯嘛，我有时候丽这边我很少见，看到李维斯比较多，那李维斯也就是20多刀就能在 Winners 找得到。现在我们来到了 Winners， 这一家其实就在我们家附近，然后小小的，这里的东西，我带我妈和我带我婆婆，那会儿我妈没病的时候嘛，没生病的时候，带他们来逛，他们完全看不上的，都看不上，他们觉得这边就是个大卖场。但是其实你仔细的去扒一扒啊，有这种闲情雅致，没什么事儿干的时候来这里面扒一扒，还是能找到好东西的。我爸喜欢游泳，我说干脆给他买一个好了，黄的还是橘色的，比较亮的，反正得挑，有的行，有的看起来就不咋地。这家有小姑娘的话，我有时候回国呀，就给这种小姑娘们买点这种小裙子，多好看，这多好看呢，才30块钱，是不是？现在国内小孩的衣服老贵了，动辄都上千。晚上都在开趴呀，对不对？那个大衣都在酒店，这个衣服都在酒店，我就遇到了一些关系人，那这些关系人呢，而且那个要今天蒸卤面、挂面，我们家人都挺喜欢吃卤面的。伯纳盖特表示当年保罗在阐述这段作案过程时，马特就在他那，警方还必须找到一些直接证据，或者能够让现有软，差不多稍微软一点，炒一锅菜，好了，卤面马上啊。在做burger，野炊burger。放肉啊！好了，这是2个。啊？火很大的，然后我就开始切它。好了吧？我在饭呢，炸拿这个面了。要炸这个面。我都不吃，你别叨了，可以了。现在已经是晚上快10点钟了。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因为通过我妈这个病啊，我自己没事儿也在琢磨，我就发现啊，其实人啊，这个老年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总会说什么有始有终嘛。那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其实很多人都不记得，就是你小 baby 的时候，大家都不记得。即使你开始的再美妙，你含着金汤匙，你每一天父母把你照顾得再好，你再幸福，就是那几年你都记不得，对吧？但是呢，到老年阶段了之后呢，就是那个幸福感其实是在人生的整个过程中是非常，就是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烈的。也就是说，随着我们的衰老，我们可能把前面的事情
我们可能把前面的事情都忘了差不多了，但是尤其是后面这些年的事情，可能在心里面就会记得比较久远一些，也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个体验感和人生的这个完整度。那么这就说到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老年生活。虽然说我们现在才是中年，我妈妈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也觉得，我们人生中大部分时间啊，尤其咱们中国的人，可能都不擅长于去体验，就是真正的去享受和沉浸式的去利用每一天。我觉得我没有做到，我自认为算是一个觉得自己特别幸福，觉得自己特别感恩。当然了，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讲，我是属于一个幸福感非常强烈的人。即使这样子，我依旧会觉得好像并没有好好的利用每一天，没有好好的去深切的去体会和自己爱的家人们在一起的就是每一个 moment。 这几天真的会有这种感觉。那么这种幸福感表面上看好像是天天在眼前永远在身边，但是也许就是一些销瞬即逝的东西，只有你深度体验了，等有一天你拿出来回忆它，你就会觉得好像是这些年里面我做到了我应做的一切，我深刻的体会到了这几年的这种幸福，每一天的这样子的这个愉悦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也不是变更聪明嘛，就是让我们不再去躺平，就不再去无所谓每一天是怎么样过的，而是让我们每一天有激情的去沉浸在这一天的生活当中，人生当成一个经历，当成一本书，用心的去读它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天我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看到我妈妈这个样子，因为我妈这个样子，我认为她是属于一种逃避，她又担心又害怕，但是又逃避，又过于紧张，就是在这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纠结中，本身人的性格就有一定的缺陷，那么长期以来就把自己封锁起来。她本身是一个非常就是在乎身边人、在乎家人的这个感受的，非常小心、非常紧张处理任何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变成现在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避免的。我妈出现这个问题最大的因素其实还是性格上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性格决定人生，性格就是真的会决定你这一辈子看待世界的模样。不同的性格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抒发情感的方式，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如果不喜欢交朋友，很害怕生人的话，我觉得比如说可以尝试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对吧？或者是娱乐项目，比如说唱歌跳舞，你就是非常 into it 也是可以的。在你非常痛苦或者是思维很混乱的时候，有一个出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有些人他真的就不擅长于去表达他不像有些人他擅长表达，他说出来、哭出来、骂出来就完事儿了那有些人真的在性格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我认为就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讲的话，我认为认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女性还是需要有进步的，需要有一个跟着时代的一个自我的认知和修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像我母亲一样的，她是40多岁，她就算是退休了，在家里面不工作了然后在此过程中呢，她是因为她有社恐，她没有办法再去外面去做一个跟陌生人在一起工作，所以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那她年轻的时候还喜欢看看小说什么的之后他就不太去，就是年龄大之后呢，他就不太去关注这些东西了。他打游戏我妈打游戏特别的厉害。那个时候 QQ 上面有一个游戏叫做连连看它是全国前几名，我都惊呆了。他还打全国比赛那种就到那个地步。在认知上面也是缺乏，比如说在心灵上面或者是在信仰上面在这里我也不主张大家去
是做任何的信仰，但是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建设和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的方式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对于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对于死亡的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呢，你会觉得人生其实豁然开朗，你就不会再觉得那种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是什么事儿了，都真的不算什么事儿了。我之前在我视频里面有跟大家聊过，就是跟老公和男朋友另一半之间的这个感情，可以在以这种上帝视角去看。真的，如果你一个女性，我认为女性的认知就是为了把自己从这个芸芸众生中面脱离出来，就是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那些人在争吵斗对于你来讲的话，你根本不觉得这是有什么必要性，所以别人说什么你也不会说太执着于在这个上面生气赌气想去报复想去嫉妒你就根本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我认为女性的认知非常的重要，而且女性的认知在我看来，我认为比男性认知很重要，甚至男性可能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跟精力，甚至他没有这种心思。就男人是一个粗犷的，他再心细，他也是属于心在外面的，他要往外走的，男人都是这样，在女人是一个收敛型的。我觉得很多知识是女人可以吸收过来的，那么对一个家庭和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对于你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大部分有这样子的认知的人，我认为是我自己是30岁之后我才开始慢慢有这样的转变，都是从中年之后开始转变的。年轻的时候谁不疯狂，对不对？但是你有这个转变之后，我觉得你的人生就会真的豁然开朗，无所谓你现在赚多少钱，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模式，那么命运给你什么样的挫折，你都能非常理智和非常自信的去对待。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一个性格，一个就是女性一定要有认知，这个认知是真的可以帮你解脱你现在所遇到的大部分的痛苦。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认为是就是朋友了我觉得朋友这一点是在我父亲的生活过程中就是我父亲这几年的生活中我领悟到的。我这次回国之后，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嘛，那我父亲的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独生子，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孩子都分布在世界各地或者是在身边的也不在一起住，那么就剩这些老头老太太们了。朋友之间的感情可能比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个感情还不一样，就是有的东西你有时候你愿意跟闺蜜分享，你不一定跟亲姐妹分享，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朋友之间会有一种情感上的长年积累出来的这种累积出来的这样子一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依赖感。就比如说你有一个闺蜜你每天都联系她，一个星期不联系她不行那你就会想到他，你过了这一段时间，过了一个星期，他不给你打电话或者什么，你就会操他的心。有一个好的朋友和一个健康的一个朋友圈，是可以提升老年生活的这个优质感的。包括我爸来这儿之后，他每一天都会给他的好朋友打电话视频，就是每一天都会。那他的好朋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也是就是习惯性了给我爸打电话就这种感情特别让我感动，而且让我觉得特别的美好。那让我现在去自审我自己，我都觉得我好像对我的朋友就是没有像我爸爸他们之间，就我爸和他的朋友这么紧密。甚至我现在还在想，要不要把我爸的那些朋友煽动一下他们的子女们，让他们都移民到温哥华，之后他们能在温哥华有一个伴真心是这么觉得。所以说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关键的。亲爱的姐妹们，现在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的闺蜜。其实我认为闺蜜式的朋友可能是在上学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还不太就是确定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是比较容易建立的。可能在之后，就是你已经成熟了之后呢，那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是总是会有一点点的
好像隔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对吧？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认为，如果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你的认知达到，就是你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认知，你达到一个高度的话，或者是你的朋友你们两个心有灵犀的话，或者是就是在认知上面有一个认同感的话，我觉得也是会很快的即使我们像中年了或者是老年，也会很快的去找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灵魂上面的这种心心相印的这样子的这种知己。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从一个特别紧张，5年前来我们家紧张所有的一切，怕自己这点做的不好啦，帮我们打扫卫生没有什么事情干的时候就帮我们打扫卫生然后就很担心一切，然后又很怕说错话，就是他的整个过程中，就是只要有生人，因为我老公在家嘛，他只要有陌生人的时候，他都会有点小小心心的这样子，就是非常紧张。现在完全是属于一个 whatever， 就是属于他不顾及一切，他就没有办法融入到你们的话题中，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体会到大家的这种交流的这种乐趣里，我觉得是非常可怜也非常可惜的。我认为这个状况是可以在早期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但是没有后悔药，我们也不知道。那么接下去呢，明天呢会带我妈去看中医，希望通过中医的一些保养让她的整个身体状况先恢复起来，接下来再看看她整个的病情会不会有一些好转。那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